手机屏幕上显示着第148个未接来电。陈雅琴的手指在屏幕上方停顿了几秒，最终还是没有按下接听键。客厅里，丈夫李明轩正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表情平静的让人看不出任何情绪波动。医院又打来了，陈雅琴的声音在安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清晰。李明轩头也没回，只是轻轻地嗯了一声。电话铃声再次响起，这次是小叔子李明豪的号码。陈雅琴看了看屏幕，依然选择了拒接。窗外的雨声渐渐加大，仿佛在为这个原本应该温馨的家庭奏响着某种不祥的序曲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3个月前，当李明轩的母亲林小晴将那张460万的拆迁款支票递给小儿子李明豪时，陈雅琴正站在厨房门口。她清楚地记得那个下午的每一个细节。阳光透过客厅的落地窗洒在茶几上，林小晴坐在主位上，面前摆放着一叠厚厚的文件。李明豪坐在他的右手边，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。妈，这钱。李明轩站在客厅中央，声音有些不确定。你弟弟要结婚了，需要在市中心买房。林小晴的语气很平静，仿佛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。你们2个已经有房有车，用不着这笔钱。陈雅琴握着锅铲的手微微颤抖。那套房子是他和李明轩结婚时买的2手房，位置偏远，房贷还要还15年。那辆车是他娘家陪嫁的10万块钱买的国产车，开了5年，已经开始频繁出小毛病。嫂子，你别多想，等我发达了，一定会报答你们的。李明豪转过头对陈雅琴说道，眼神中带着一丝得意。陈雅琴只是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她知道此时此刻，任何反对的声音都会被视为贪财和不懂事。雅琴，你说句话啊！林小晴看向她，眼神中带着某种试探。陈雅琴深吸了一口气，妈，您决定就好，我们没有意见。李明轩看了她一眼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那就这样定了。林小晴将支票递给李明豪，你哥哥嫂子都同意了，你可要争气。李明豪接过支票，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当天晚上，陈雅琴和李明轩躺在床上，2个人都没有说话。黑暗中，陈雅琴听到了李明轩轻微的叹息声。你后悔吗？他轻声问道。后悔什么？李明轩的声音很轻，没有为这笔钱争取一下。李明轩沉默了很久，才说：她是我妈。陈雅琴明白了，从那一刻起，她就明白了，在这个家庭里，她和李明轩永远都是那个应该理解和退让的人。拆迁款的事情很快在李家的亲戚圈子里传开了。二姑李雨欣第一个打来电话，雅琴啊，你们家这次真是太大方了。李雨欣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讽刺。460万说给就给，1分不要，真是好嫂子啊。陈雅琴握着手机，不知道该如何回应。二姑，这是妈的决定，我们尊重。尊重。李雨欣的声音提高了几度。雅琴，你别傻了，那房子明轩也有份的，你们就这样什么都不要，以后过日子怎么办？陈雅琴看了看正在客厅里看电视的李明轩，压低了声音：二姑，我们会过好自己的日子的。算了，我也不多说了。李雨欣叹了口气：你们自己心里有数就行。挂断电话后，陈雅琴坐在床边发呆。她想起了结婚前母亲曾经对她说过的话：嫁人要嫁对人，
不是嫁给整个家族。可是现在，她觉得自己不仅仅是嫁给了李明轩，更是嫁给了整个李家的价值观和处事方式。李明豪很快就用这笔钱在市中心买了一套3居室的新房，还买了一辆30万的车。订婚宴上，他的女朋友王静怡穿着一条价值2万多的裙子，手上戴着一枚5克拉的钻戒。嫂子，你看我这裙子好看吗？王静怡主动走到陈雅琴身边，语气里带着炫耀的意味。陈雅琴看了看自己身上这条穿了3年的连衣裙，微笑着说：“很漂亮，这是明豪特意带我到上海买的，花了2万多呢。”王静怡继续说道：“他说以后我想要什么都可以买，不用担心钱的问题。”陈雅琴点了点头，没有继续这个话题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李明轩开着车，一路上都很沉默。你在想什么？陈雅琴问道。没想什么。李明轩的声音很轻，就是觉得什么？觉得我们好像真的被忽视了。李明轩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苦涩。从小到大，我妈总是更偏爱明豪，我已经习惯了。可是今天看到他们那个样子，我突然觉得我们是不是太好说话了？陈雅琴伸手握住了李明轩的手。明轩，我们没有错，我知道。李明轩用力握了握他的手。我只是有时候会想，如果我们当初坚持要分一部分，现在的生活会不会不一样？陈雅琴看着窗外的夜景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。她明白，这种想法对于李明轩来说已经是很大的改变了。日子继续按照原来的轨道进行着。李明轩每天早上7点半出门上班，晚上7点回家。陈雅琴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，收入不高但稳定。他们的生活很简单，也很平静。直到2个月后的一个周末，林小晴突然来了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李明轩开门看到母亲，有些意外。我来看看你们。林小晴进门后，四处打量着这个他很少来的家。陈雅琴正在厨房里做饭，听到声音后赶紧出来打招呼：“妈，您坐，我去给您倒茶。”不用忙。林小晴坐在沙发上，表情有些严肃：“我有事要和你们说。”李明轩和陈雅琴对视了一眼，都坐到了沙发上。明豪最近遇到了一些问题，林小晴开口说道。他的公司需要资金周转，想借一些钱。陈雅琴的心里咯噔一下。借多少？李明轩问道。50万。林小晴看着李明轩，我知道你们手头也不宽裕，但是明豪是你弟弟，你们能帮就帮一下。李明轩沉默了。陈雅琴看着丈夫，内心翻起了巨浪。50万，这几乎是他们全部的积蓄。妈，这个……李明轩有些为难，我们的钱大部分都在股市里，一时间拿不出这么多现金，那就想办法啊。林小晴的语气有些急躁，明豪现在很急需这笔钱，他说如果拿不到，公司就要倒闭了。陈雅琴终于开口了：“妈，明豪不是有460万吗？”林小晴看了他一眼，眼神中带着一丝不悦。那钱都用来买房买车了，哪里还有现金？那可以把房子抵押贷款啊。陈雅琴继续说道。抵押贷款手续复杂，时间来不及。林小晴的声音提高了几度。雅琴，你怎么这么计较？明豪是你小叔子，你们不帮他帮谁？陈雅琴感到胸口一阵闷痛。妈，不是我们不想帮。李明轩终于开口了。但是50万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笔大数目，我们需要考虑一下。考虑什么？林小晴站了起来。明豪都火烧眉毛了，你们还要考虑？客厅里的气氛变得非常紧张。陈雅琴看着林小晴，心里涌起一股愤怒。
460万可以毫不犹豫地全部给小儿子，但是让小儿子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，却成了不可能的事情。妈，我们会想办法的。李明轩最终还是妥协了。林小晴的表情缓和了一些，我就知道我儿子不会不管自己的弟弟。等林小晴走了之后，陈雅琴坐在沙发上，半天没有说话。雅琴，李明轩想要解释什么？你打算怎么办？陈雅琴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的让李明轩有些害怕。李明轩犹豫了一下，我再想想办法。你想什么办法？陈雅琴转过头看着他，卖股票、贷款，还是问我父母借钱？李明轩没有回答。明轩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陈雅琴的声音依然很平静，在你心里，我们这个小家重要，还是你们李家重要？李明轩看着妻子，第一次发现他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。那天晚上，陈雅琴失眠了，她躺在床上，听着李明轩均匀的呼吸声，心里翻涌着各种复杂的情绪。她想起了和李明轩相识的那个夏天，那时候他刚刚大学毕业，在一家小公司实习。李明轩是公司的技术部主管，比他大3岁，人很温和，对他也很照顾。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李明轩总是很体贴，会记得他的生日，会在他生病的时候买药送到他家里，会在他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耐心地帮他解决问题。结婚前，他曾经问过李明轩，如果将来我和你妈妈发生矛盾，你会站在谁的一边？李明轩当时笑着抱住他说，不会有矛盾的，我妈很好相处，而且她很喜欢你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陈雅琴觉得当时的自己真的很天真，她天真的以为只要自己足够懂事，足够体贴，就能够在这个家庭里找到自己的位置。可是现在她明白了，在李家，她永远都只是一个外人。第二天早上，李明轩很早就出门了。陈雅琴知道他是去想办法筹钱了。中午的时候，她接到了闺蜜张思琪的电话。雅琴，你最近怎么样？张思琪的声音里带着关心。还好。陈雅琴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。你声音听起来不太对，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？陈雅琴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最近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张思琪。什么？张思琪的声音提高了几度。460万全部给小叔子，现在还要你们借50万。陈雅琴的声音很轻。雅琴，你和明轩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张思琪的声音里带着愤怒。这种事情你们也能答应？思琪，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陈雅琴试图解释。有什么不简单的？张思琪打断了他，说白了就是你们太好欺负了。陈雅琴沉默了。雅琴，你听我说。张思琪的语气缓和了一些。这种事情必须要有底线，你们一味的退让，只会让他们觉得你们好欺负。可是明轩很为难。为难什么？张思琪的声音又提高了。那个李明豪为难吗？你婆婆为难吗？为什么只有你们要为难？陈雅琴被问得哑口无言。雅琴，你记住我的话，这次如果你们再妥协，以后还会有更多的要求。张思琪认真地说道。现在是50万，下次可能就是100万、200万。挂断电话后，陈雅琴坐在办公室里，心情更加复杂了。她知道张思琪说的是对的，但是她也知道，在这个家庭里，她很难有选择的余地。下午下班的时候，李明轩发来信息说他要晚点回家。陈雅琴知道，她一定是在为借钱的事情奔波。她想象着丈夫低声下气的向朋友借钱的样子，心里涌起一阵心酸。为什么明明是受害者，却要承担这么多的痛苦？1周后，李明轩真的筹到了50万。
他卖掉了所有的股票，又向几个朋友借了一些钱。当他把钱转给李明豪的时候，陈雅琴就站在他身边。哥，谢谢你。李明豪在电话里的声音很轻松。等我公司渡过难关，我一定会还你的，不用急，你慢慢还。李明轩说道。挂断电话后，李明轩看着陈雅琴，眼神中带着愧疚。雅琴，委屈你了。陈雅琴没有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她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他们的生活将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。没有了积蓄，没有了投资，他们只能靠每个月的工资生活，而这些钱，除了日常开销和房贷，几乎剩不下什么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陈雅琴明显感觉到了生活质量的下降。她不再敢随便买衣服，不再敢经常和朋友出去吃饭，连买菜都要精打细算。李明轩也变得更加节省，他开始骑自行车上班，为了省油费。而李明豪却在朋友圈里晒着他的新生活，新房子装修得很豪华，新车子经常出现在高档餐厅门口，女朋友王静怡也经常晒着各种奢侈品。有一次，陈雅琴忍不住问李明轩：“明豪的公司真的遇到困难了吗？”李明轩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你没有问过吗？”问了，他说已经渡过难关了，公司现在经营得很好。那钱呢？陈雅琴继续问道。他说再过几个月就能还。李明轩的声音有些不确定。陈雅琴看着丈夫，心里涌起一股失望。她意识到李明轩其实也知道这件事情有问题，但是他选择了自我欺骗，或者说他不敢面对真相。2个月后的一个周末，陈雅琴和李明轩在超市里买东西。当他们结账的时候，陈雅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李明豪和王静怡。他们的购物车里装满了进口食品和高档化妆品，王静怡手里还拎着一个名牌包。哥，嫂子，你们也在这里买东西啊？李明豪主动走过来打招呼。是啊。李明轩的声音有些不自然。我们今天来买点东西，准备明天去度假。王静怡笑着说道。明豪订了一个海边的度假村，住3天2夜。陈雅琴看了看自己购物车里的普通商品，再看看他们的高档用品，心里涌起一阵苦涩。那你们玩得开心？陈雅琴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一定会的。王静怡继续说道。等你们有空，我们一起去玩。陈雅琴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她知道，以他们现在的经济状况，这种度假是不可能的。回家的路上，李明轩一直很沉默。我在想，明豪的公司真的渡过难关了吗？李明轩的声音很轻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。李明轩犹豫了一下。我觉得他可能根本没有遇到什么困难。陈雅琴看着丈夫，心里既心疼又无奈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李明轩的声音里带着迷茫。我真的不知道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就到了年底。李明豪的婚礼定在了春节前，邀请函早早就发了出来。婚礼地点选在了市里最好的5星级酒店。婚宴标准是每桌3888元，总共要办30桌。雅琴，你们的礼金准备了吗？林小晴又一次来到了他们家。陈雅琴和李明轩对视了一眼。妈，我们准备包多少合适？李明轩小心翼翼地问道。按照你们的条件，至少也要5万吧？林小晴很自然地说道。5万？陈雅琴觉得自己的血液都凝固了。他们现在的全部积蓄加起来都不到3万，哪里来的5万？妈，5万是不是太多了？李明轩的声音有些颤抖。多什么？林小晴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。明豪结婚是大事，你们做哥哥嫂嫂的不能失了面子。可是我们
你们什么？林小晴打断了李明轩，你们手头紧，我知道，但是这种时候再紧也要想办法。陈雅琴终于忍不住了，妈，我们真的拿不出5万块钱。拿不出？林小晴看着他，眼神中带着怀疑。你们2个人1个月加起来收入1万多，怎么可能拿不出5万？因为我们把钱都借给明豪了。陈雅琴直视着林小晴的眼睛，我们的积蓄都用来帮他渡过难关了。林小晴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，那是你们应该做的，明豪是你们的弟弟，那现在呢？陈雅琴继续问道，我们为了帮他，连婚礼的礼金都拿不出来了，那你们想办法啊。林小晴的语气有些不耐烦，向朋友借，向亲戚借，总有办法的。陈雅琴感到一阵眩晕，她想起了张思琪的话，这种事情必须要有底线。妈，我们不能再借钱了。陈雅琴的声音很坚定，我们已经为了帮明豪借了很多钱，现在实在没有能力再借了。林小晴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雅琴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会尽力包礼金，但是不会是5万这么多。陈雅琴看着林小晴，我们可以包1万，这是我们的极限了。1万？林小晴的声音提高了几度，你们打发叫花子呢？妈，不是这样的。李明轩想要缓解气氛，我们真的是尽力了。尽力？林小晴站了起来，你们这叫尽力？别人家的哥哥嫂嫂哪个不是包5万10万的？陈雅琴也站了起来，妈，别人家的哥哥嫂嫂也没有把全部积蓄都借给弟弟，你这是在指责我偏心吗？林小晴的声音变得很冷，我没有指责您。陈雅琴深吸了一口气，我只是在说实话。李明轩坐在沙发上，头埋在手里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好，很好。林小晴拿起包，我算是看清楚了，你们是不想让明豪好过。妈，不是这样的。李明轩抬起头，想要挽留母亲。不用解释了。林小晴头也不回地走向门口。我会告诉明豪，你们的心意我收到了。门被重重地关上了。陈雅琴瘫坐在沙发上，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。雅琴，李明轩想要说什么，别说了。陈雅琴摆了摆手，我累了，我要休息一会儿。那天晚上，陈雅琴做了一个梦，她梦见自己站在一个十字路口，四周都是雾，看不清方向。她想要走，但是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醒来的时候，她发现枕头湿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李家的人都没有再联系过他们。李明轩几次想要主动打电话给母亲，但是都被陈雅琴拦住了。让我们都冷静一下，陈雅琴说道。李明豪的婚礼如期举行，但是他们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。通过朋友圈，陈雅琴看到了婚礼的照片，很豪华，很盛大，来了很多人。王静怡穿着价值10万的婚纱，李明豪穿着定制的西装，两个人看起来很幸福。林小晴在婚礼上的发言被人录了下来，她说，我有2个儿子，一个懂事，一个孝顺。今天结婚的是我的小儿子，他从小就很乖，很听话，现在有了好工作，好媳妇，我这个当妈的很欣慰。陈雅琴看着这段视频，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情绪。她注意到林小晴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李明轩，她好像忘记了他还有一个大儿子。陈雅琴对李明轩说道。李明轩看着手机屏幕，脸色很难看。也许他的声音很轻，也许在他心里，我确实不如明豪重要。这是李明轩第一次在陈雅琴面前承认这个事实。陈雅琴看着丈夫，心里既心疼又欣慰。心疼的是，这个认识对李明轩来说太残酷了；欣慰的是，他终于愿意面对现实了。婚礼过后，
李明豪夫妇去马尔代夫度蜜月，在朋友圈里晒了很多照片，蓝天白云，碧海银沙，两个人看起来很恩爱。陈雅琴看着这些照片，想起了自己的蜜月。他们去了一趟云南，住的是经济型酒店，吃的是路边小店，但是他记得那时候的快乐是真实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可能是他们婚后最快乐的时光。1个月后，李明豪夫妇从蜜月回来了，他们在新家里办了一个聚会，邀请了很多朋友。陈雅琴从朋友圈看到了聚会的照片，客厅里摆满了鲜花，餐桌上放着各种精美的食物，客人们都穿着正式的服装。他数了数，大概有20多个人参加了聚会，但是没有他们。你觉得他们会邀请我们吗？那天晚上，陈雅琴问李明轩。不会。李明轩的回答很直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去参加婚礼。李明轩的声音里带着苦涩。在他们看来，我们是不支持明豪的。陈雅琴想要说什么，但是最终还是沉默了。她意识到，他们和李家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和李家的联系越来越少，偶尔在大型的家庭聚会上会见面，但是交流很少，气氛也很尴尬。陈雅琴能够感觉到，李家的其他人都在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们，那种眼神里有不理解，有指责，也有一种你们自找的意味。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种冷淡的关系会在3个月后被一通电话彻底改变。3个月后的一个周二凌晨，陈雅琴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，看了看时间，是凌晨2点半。来电显示是李明豪的号码。喂，陈雅琴接起电话。嫂子，我妈住院了。李明豪的声音很急促。你们快来医院。陈雅琴一下子清醒了。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？我妈突然晕倒了，现在在市人民医院急诊科。李明豪的声音里带着哭腔。医生说情况很严重，可能是脑溢血。陈雅琴心里一紧，赶紧摇醒了李明轩。明轩，你妈妈住院了，我们快去医院。李明轩一听这话，立刻翻身起床，穿衣服的手都在发抖。怎么回事？严重吗？明豪说可能是脑溢血，让我们快过去。2个人匆匆忙忙地赶到医院。急诊科的走廊里已经站了很多人，李明豪夫妇还有李家的其他亲戚都在那里等着。哥，你们来了。李明豪红着眼睛走过来。医生说需要马上手术，但是费用很高。多少钱？李明轩问道。至少需要30万。李明豪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我们现在只能凑出10万，还差20万。陈雅琴听到这个数字，心里咯噔一下。20万，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。医生怎么说？李明轩问道。医生说如果不手术，可能……李明豪说不下去了，可能就没救了。李明轩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这时候，主治医生走了过来。患者家属，我们需要尽快做决定。医生说道。患者的情况很危急，再拖下去就来不及了。医生，我们正在筹钱。李明轩说道。钱的问题你们想办法解决，但是时间不能再拖了。医生看了看手表，最多再有1个小时，如果还没有准备好，我们就无能为力了。走廊里的气氛变得非常紧张。李明豪开始给各种亲戚朋友打电话借钱，但是效果并不理想。二姑说他只能借5万，表哥说他最多能借3万，堂弟说他现在没钱，借不了。1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，他们总共只筹到了8万块钱，加上李明豪原来的10万，总共18万，还差12万。怎么办？李明豪看着李明轩，眼神中带着绝望。哥，你想想办法吧。李明轩看着弟弟，
心里很痛苦。她当然想救母亲，但是她真的没有钱。明豪，我们手头真的没有这么多钱。李明轩的声音很轻。那想办法借啊。李明豪的声音提高了。你们不是有朋友吗？不是有同事吗？我们之前为了借钱给你，已经欠了很多人的人情了。陈雅琴终于开口了。现在真的借不到了。什么叫借钱给我？李明豪的眼神变得很冷。那是你们应该做的，我是你们的弟弟，应该做的。陈雅琴感到一阵愤怒。那现在救你妈妈，就不是你应该做的吗？我已经尽力了。李明豪的声音很大。我把所有能借的钱都借了。那你的房子呢？陈雅琴问道。你的车呢？房子车子能卖吗？李明豪瞪着陈雅琴。那是我的家，我的代步工具，卖了我怎么生活？陈雅琴被这句话气得说不出话来。460万买的房子和车子不能卖，但是他们省吃俭用的50万却可以毫不犹豫地要走。行了，别吵了。李明轩阻止了两人的争吵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救妈妈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李明豪看着李明轩，你们到底能不能想办法？李明轩看着弟弟，心里很复杂。他想救母亲，但是他真的没有能力。李明轩刚想说什么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来电显示是二姑李雨欣的号码。明轩，你妈妈的事情我听说了。李雨欣的声音很急促。你们现在还差多少钱？还差12万。李明轩回答道。12万。李雨欣沉默了一会儿。这个数目确实不小。二姑，您看。明轩，我知道你们现在很为难。李雨欣打断了他。但是这种时候，你们不能不管你妈妈。我们不是不管，而是真的没有能力。李明轩的声音里带着痛苦。没有能力也要想办法啊。李雨欣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。你们是他的儿子，他养你们这么大，现在他需要你们的时候，你们不能袖手旁观。李明轩握着手机，感到一阵眩晕。这一刻，他突然意识到，无论他们怎么做，在这个家族里，他们永远都是那个应该承担责任的人。接下来的6个小时里，李明轩和陈雅琴的手机就没有停过。李家的8口人，包括李明豪、王静怡、二姑李雨欣、表哥、表嫂、堂弟、堂妹，还有林小晴的妹妹，轮流给他们打电话。每个人都在说同样的话。明轩，你妈妈现在这个样子，你们不能不管。雅琴，我知道你们有困难，但是这种时候必须要想办法。你们是儿子儿媳，有责任救你们妈妈，再难也要借钱，这是你们的义务。陈雅琴数了数，总共148个电话，每个电话都是在指责，在要求，在道德绑架，但是没有一个电话是在问他们的困难，没有一个电话是在理解他们的处境。我们真的借不到钱了。李明轩在第100个电话里，声音已经变得嘶哑。我们之前为了帮明豪，已经欠了很多债务，那你们就看着你妈妈死吗？电话里的声音很冷。你们还有没有良心？我们当然有良心。陈雅琴接过电话，但是我们真的没有能力，没有能力。对方的声音提高了。你们2个人都有工作，怎么可能没有能力？因为我们把钱都给了明豪。陈雅琴的声音很平静。460万的拆迁款我们1分没要，50万的借款我们倾家荡产。现在我们真的没有钱了，那是你们应该做的。对方理直气壮地说道。明豪是你们的弟弟，你们帮他是应该的。那现在救妈妈，就不是明豪应该做的吗？陈雅琴问道。明豪已经尽力了，他的460万呢？那些钱都用了，拿不出来，可以抵押贷款。抵押贷款需要时间，来不及了。那我们借钱也需要时间啊。陈雅琴感到一阵绝望。为什么他可以说来不及？
我们就不能说来不及？”对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总之，你们必须想办法。”电话挂断了。陈雅琴看着手机，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。她看了看李明轩，发现他正坐在沙发上，头埋在双手里。明轩，雅琴，我们是不是真的很自私？李明轩抬起头，眼睛红红的。我妈妈现在生命垂危，我们却在这里计较钱的问题。陈雅琴走过去，坐在他身边。明轩，你听我说。她握住丈夫的手。我们不是在计较钱的问题，我们是真的没有能力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陈雅琴的声音很坚定。我们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。460万我们没有要，50万我们借了。现在我们真的没有钱了，那妈妈怎么办？李明轩的声音里带着绝望。明豪有460万的房子和车子，他可以抵押贷款。陈雅琴说道：“如果他真的想救妈妈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可是他说来不及。”明轩，你冷静想想。陈雅琴看着丈夫，银行的抵押贷款确实需要时间，但是还有其他办法。他可以找担保公司做过桥贷款，可以找亲戚朋友以房产做担保借钱，甚至可以找高利贷。这些办法都比我们借钱要快要容易。陈雅琴继续说道，但是他选择了让我们承担这个责任，因为在他看来，我们承担责任是应该的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李明轩问道。陈雅琴深吸了一口气，我们去医院看看妈妈的情况，如果实在需要钱，我们可以考虑把我们的房子抵押，你愿意吗？李明轩看着妻子，我愿意。陈雅琴点了点头，但是我希望你明白，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欠了谁什么，而是因为我们想救妈妈。李明轩点了点头，紧紧握住了陈雅琴的手。他们来到医院的时候，发现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。李明豪找到了一家担保公司，以房产做担保，借到了20万的过桥贷款。手术已经开始了。哥，嫂子，你们来了。李明豪看到他们，表情有些复杂。妈妈怎么样了？李明轩问道。手术刚开始，医生说需要4到5个小时。李明豪的声音很轻。陈雅琴看着李明豪，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。她想问，你不是说来不及吗？你不是说抵押贷款需要时间吗？但是他什么都没说。他明白，有些话说出来也没有意义。手术进行了整整6个小时。当医生走出手术室说手术很成功的时候，走廊里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林小晴被推进了 ICU， 需要观察48小时。现在危险期过了，但是后续的治疗还需要很长时间。医生说道，大概需要3到6个月的康复期。李明豪点了点头。医生，大概还需要多少费用？后续的治疗费用大概在20到30万左右。医生说道，不过这个可以慢慢交，不用一次性付清。李明豪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陈雅琴看着他，心里涌起一种预感。他预感到很快又会有电话打过来。果然，第2天早上，李明豪的电话就来了。哥，嫂子，我们需要商量一下妈妈后续治疗的费用分配。陈雅琴看了看李明轩，两个人都明白了。新的一轮148个电话又要开始了。但是这一次，陈雅琴已经想好了自己的答案。她不再是那个逆来顺受的媳妇了，她要为自己的尊严，为自己的家庭做出最后的决定。她拿起手机，看着屏幕上李明豪的号码，手指悬在接听键上方。外面的雨声渐渐小了，阳光透过云层洒在窗台上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安静。在这个安静的时刻，陈雅琴想起了结婚那天，她曾经许下的诺言：无论贫穷富有，无论健康疾病，
他都会和李明轩在一起，他依然会遵守这个诺言。但是他也明白了，爱一个人不等于要牺牲自己的所有。他按下了接听键，声音平静而坚定：明好，妈妈的治疗费用我们会承担我们应该承担的部分，但是我们不会再倾家荡产，我们也有自己的生活要过。电话那头传来李明豪急促的声音：嫂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妈妈现在还在 ICU 里，你们就开始计较钱的问题了。我不是在计较钱的问题。陈雅琴的声音依然平静，我是在说明我们的能力范围。能力范围？李明豪的声音提高了，你们2个人每个月收入1万多，怎么可能没有能力？因为我们把钱都给了你。陈雅琴说道，460万的拆迁款，50万的借款，现在我们每个月还要还债。那些钱，李明豪想要说什么，但是被陈雅琴打断了。明豪，我们可以出5万块钱，这是我们的极限。陈雅琴说道，剩下的费用你需要自己想办法。5万？李明豪的声音里带着愤怒。妈妈的治疗费用至少要20万，你们只出5万？是的，5万。陈雅琴说道，如果你觉得不够，你可以把房子卖掉，或者继续抵押贷款。李明豪说不出话来。明豪，我知道你很生气，但是这就是现实。陈雅琴看了看李明轩，我们已经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太多，现在我们需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。好，很好。李明豪的声音变得很冷，我会告诉所有人，你们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妈妈的。请便。陈雅琴说道，但是我希望你也告诉他们，我们为这个家庭付出了什么。李明轩看着妻子，眼中满是复杂的情绪。雅琴，你这样做，他们会恨我们的，让他们恨吧。陈雅琴坐在沙发上，明轩，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如果我们不为自己设定底线，他们就会永远把我们当成提款机。可是妈妈的医药费我们会出，但是我们不会再倾家荡产。陈雅琴握住李明轩的手，明轩，你必须明白，我们首先是夫妻，然后才是儿子和媳妇。李明轩沉默了很久，最终点了点头。我明白了，他说道，你说的对，我们需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李家的电话又开始响起，但是这次陈雅琴的态度很坚决。她告诉每一个打电话来的人，我们会出5万块钱，这是我们的极限。如果你们觉得不够，可以建议明豪卖房子。雅琴，你怎么能这样说话？二姑李雨欣在电话里很生气，那是明豪的家，怎么能说卖就卖？那我们的家就可以说卖就卖吗？陈雅琴反问道。二姑，我们为了帮明豪，已经把积蓄都用光了，现在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再承担更多。可是你们是长子长媳，有责任照顾老人，照顾老人是我们的责任，但是倾家荡产不是。陈雅琴的声音很坚定，我们会尽我们的能力，但是不会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。你们这样做，良心不会痛吗？良心当然会痛，陈雅琴说道，但是如果我们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保障，又怎么能长期照顾老人呢？电话那头沉默了。1个星期后，林小晴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，她的意识已经恢复，但是说话还有些困难。陈雅琴和李明轩去医院看望她，带了一些营养品和鲜花。妈，您感觉怎么样？李明轩坐在病床边，声音很轻。林小晴看了看儿子，又看了看陈雅琴，眼神中带着复杂的情绪。我听明豪说了，他的声音很虚弱，你们只愿意出5万块钱。陈雅琴心里一紧，但是表面上保持着平静。妈，我们会出5万块钱，这是我们现在的能力。能力？林小晴的声音里带着失望。
你们2个人都有工作，怎么可能只有这点能力？因为我们把钱都给了明豪。陈雅琴直视着林小晴的眼睛，460万的拆迁款我们1分没要，50万的借款我们倾家荡产，现在我们真的没有更多的钱了。林小晴沉默了。妈，我们不是不想帮您，而是真的没有能力。李明轩的声音里带着痛苦。我们也希望能够承担更多，但是我们真的做不到。那你们就看着我。林小晴说不下去了。妈，您不会有事的。陈雅琴说道。明豪有房有车，他可以想办法，我们也会尽我们的能力帮助您。林小晴看着陈雅琴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那一刻，陈雅琴觉得她好像看到了什么，也许是后悔，也许是理解，也许是第一次真正的审视。我这一辈子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林小晴的声音很轻，轻得像是在自言自语。病房里陷入了沉默，这种沉默持续了很长时间，直到护士进来换药才被打破。离开医院的时候，陈雅琴和李明轩都没有说话。在车上，李明轩突然开口：雅琴，我妈刚才的话，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陈雅琴点了点头。你觉得她是真的在反思吗？我不知道。陈雅琴看着窗外，但是我希望她能够明白，家庭关系需要平衡，不能只有索取，没有给予。如果她真的明白了，我们之间的关系会改善吗？也许会，也许不会。陈雅琴转过头看着李明轩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不能再回到以前的状态了。李明轩点了点头，紧紧握住了方向盘。他们都知道，这场家庭危机改变了很多东西，改变了他们对家庭关系的认识，改变了他们对彼此的理解，也改变了他们对未来的规划。最重要的是，它让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：爱一个人不等于要牺牲自己的所有。2个月后，林小晴出院了，她的身体恢复得不错，但是需要长期的康复治疗。李明豪最终卖掉了那辆30万的车，承担了大部分的医疗费用。陈雅琴和李明轩按照承诺出了5万块钱。这件事情在李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，有人支持他们，有人指责他们，但是陈雅琴已经不在乎了。她知道，她和李明轩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，他们依然会孝敬长辈，依然会帮助家人，但是他们不会再无原则地牺牲自己。春天来了，阳光透过客厅的窗户洒在地板上，温暖而明亮。陈雅琴坐在沙发上看书，李明轩在厨房里做饭。这种平静的生活是他一直向往的。手机响了，是林小晴打来的。雅琴，你们今天有空吗？我想请你们吃饭。陈雅琴有些意外，这是林小晴第一次主动邀请他们吃饭。好的，妈，我们下午过去。挂断电话后，陈雅琴看了看李明轩，我妈请我们吃饭。李明轩停下手中的动作，转过头看着妻子，他想说什么？不知道。陈雅琴说道，但是我觉得，也许他真的在反思什么。下午，他们来到了林小晴的家，这是陈雅琴第一次看到林小晴亲自下厨。妈，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，不用这么辛苦。李明轩想要帮忙，但是被林小晴拒绝了。没关系，我想亲自做。林小晴的声音很轻，很久没有为你们做饭了。吃饭的时候，林小晴突然开口：雅琴、明轩，我要向你们道歉。陈雅琴和李明轩都停下了筷子。这些年来，我对你们确实不够公平。林小晴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我总是觉得你们应该照顾明豪，应该让着明豪，但是我忽略了你们的感受。妈，李明轩想要说什么，但是被林小晴摆手阻止了。让我说完。
林小晴继续说道：“这次生病，我想了很多。我想起了你们结婚这些年来的付出，想起了我对你们的要求，想起了我对明豪的偏爱。”客厅里很安静，只有林小晴的声音在回响。我意识到，我这个当妈的做得很不合格。林小晴看着陈雅琴：“雅琴，你这些年来受委屈了。”陈雅琴感到眼睛有些湿润。妈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她说道。我们往前看。不，我必须说出来。林小晴的声音很坚定。我知道这次医药费的事情，你们已经尽力了。5万块钱对现在的你们来说，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妈，您明白就好。李明轩说道。我不仅明白，我还要改变。林小晴站起身，走到客厅的柜子前，拿出了一个文件袋。这是什么？陈雅琴问道。这是我重新立的遗嘱。林小晴说道。我把我名下的所有财产，包括这套房子，都平分给你们2个儿子。陈雅琴和李明轩都愣住了。妈，您这是？我知道我做得太晚了。林小晴的眼中含着泪水。但是我希望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这个家能够真正的公平。陈雅琴看着林小晴，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。这么多年来，她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婆婆的真正理解和尊重。妈，谢谢您。陈雅琴站起身，走到林小晴面前。但是我们要这些不是为了财产，而是为了一个公平的家庭环境。我知道。林小晴握住陈雅琴的手。我也知道，我欠你们的不仅仅是钱。那天晚上，陈雅琴和李明轩手牵手走在回家的路上。你觉得我们的坚持是对的吗？李明轩问道。是对的。陈雅琴点了点头。如果我们不坚持，妈妈永远不会意识到问题的存在。那我们以后我们继续做我们该做的事情。陈雅琴说道。孝敬长辈，帮助家人，但是不会再无原则地牺牲自己。李明轩停下脚步，转过身看着妻子。雅琴，这些年来，谢谢你。谢谢我什么？谢谢你的理解，谢谢你的坚持，谢谢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家庭。陈雅琴笑了，那是她很久以来最灿烂的笑容。明轩，我们是夫妻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她说道。我们应该互相支持，互相理解，一起面对生活的挑战。夜色中，2个人继续往前走，他们的背影在路灯下拉得很长，看起来那么和谐，那么坚定。也许这才是婚姻最好的样子。2个人在一起，不是为了失去自己，而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。而那148个电话也成为了他们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。它让他们明白了什么是底线，什么是尊严，什么是真正的爱。从那以后，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平静，更加幸福。他们依然会面对各种挑战，但是他们知道，只要2个人在一起，就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。而林小晴也在慢慢改变。他开始学会公平地对待2个儿子，学会尊重儿媳妇的感受。这个家庭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衡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